这里是越南的咖啡之都，却几乎没有游客到访。这里是越南最鲜有人知的城市，越南中部高原德勒省的邦美属市。在这里逛市集是怎样一种耳目一新的体验呢？加速闯越南第51集，我将从邦美属市搭大巴到越南最著名的避暑胜地高原山城大乐，一路上所见所闻令人惊喜不断。这名小哥把我送到这个本地人的市集啊！诶，第一次看到这个是什么？夜搭大巴跨越500多公里，来到越南南部的咖啡之都邦美属。但是我发现逛了越南的世界咖啡博物馆以及咖啡村以后，我不知道哪里还有地方可逛。于是我跟出租车小哥商量，我说你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哪些有意思值得一逛的地方？他就把我带到了当地人常逛的一个市集。哇，荔枝上市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山竹、火龙果、红毛丹、李子。我看短视频平台河内呢已经被装载着荔枝的一车一车的摩托车给养成了一条红色的街道。这个是谷歌地图上点评最多的一个当地人的市集。啊。在越南很多大街小巷上能看到卖花的花摊。越南人信佛教的还挺多的，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神龛或者祖先牌位。那么花是日常的贡品之一，用来敬佛敬祖先，而且在节庆的时候买花的越南人还特别多。辣椒面啊，卖对虾，卖小鱼，哦，直接放一块大冰块在里面。鱿鱼对虾，青蟹。这个我感觉会比刚才的好吃。果肉是黄色的，我刚才那个是黄里面发白的，所以甜度不够。这个的话55000越南盾1公斤，也就16块钱1公斤啊。这里面是卖各种副产品，米面粮油、腰果、越南腰果，还有水果摊。一些摊位已经打烊了，用水先找。这卖坚果，各种坚果。越南传统服饰2代。哥们，第一次见了这个东西哦。叫猪皮春卷，用猪皮做的。你在旅行吗？是的，我在越南旅行了2个月了。放了一些薄荷啊，还有花生碎，还有辣椒、薄荷。我就说不用了，这个大姐
生气了的时候你必须要吃。这个都是用猪皮做的，只是它调味料不一样，像这个放辣椒、薄荷跟花生碎。这个我问了，他说是无花果叶，我不知道翻译对不对。OK。here 19000一个，大概是不到6元一个，挺实惠的。哇，这个好喝，这个好冰甜的感觉啊，又实惠又好喝。这个是我在越南喝过的大概5个椰子里面最甜的。这牛油果太便宜了，12000一公斤，大概就是3.6块一公斤。荔枝也挺实惠的，25000越南盾一公斤。大概1个月前，我在东兴口岸那边看到国内的荔枝都卖到25元一公斤了。在市集周围逛着逛着，就来到了这一座包美属胜利纪念碑前面。这座纪念碑记录着1975年越南北部军队春季攻势中决定性的布昂梅舍战役。眼前的坦克是当年冲锋破线的先锋力量，打开了越南通向南北统一的道路。今天这个胜利纪念碑呢，已成为城市的心脏，既是纪念，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在影片前面我有提到，包美属好像除了世界咖啡博物馆和咖啡村就没有什么可逛了。其实我这样的表述对包美属是不公平的。包美属呢，除了咖啡，其实这里还有2个大的看点，一个是大象村，一个是瀑布。那么在包美属呢，当然不是指它的城区啊，可能要去到外沿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一些村落里面，能够近距离的跟大象接触。据说包美属是亚洲中部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唯一保留原生态驯象文化并允许游客体验的地方。换句话说，咱们不仅可以在包美属看到大象本身，还有人类跟大象长期共生的生活方式跟文化，这是包美属十分独特的这种旅游景观。此外，这里的瀑布呢也是比较著名的，气势磅礴。可惜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匆匆就赶往越南的南部了，没能探索到包美属旅游真正的精髓，十分的可惜。不知道屏幕前的你看了这个影片，是否有来包美属旅行的兴趣呢？我偏爱冷门但有趣的小地方，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呢，也欢迎给我留言。
邦美属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刚才因为吃了榴莲啊，这饱腹感很强，所以就回宾馆了。但是现在晚上快8点了，我觉得可能等一下要饿着，所以又出来觅食了。刚想说我这个胆子越来越大了，大晚上的敢一个人在越南这个有点乌漆嘛黑的街道上走啊，突然从我身后冲出一条狗，然后冲我环绕了半圈，我真的是魂飞魄散的。就前面这条狗，萍水相逢不必这样吧。这好像是邦美属夜晚声音最大的地方，也是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晚上简单吃个炸鸡饭，有一些韩国泡菜，还有这个紫沙拉。这个饭不知道浇了什么酱汁啊，特别下饭。这个才4万5，大概就是13块钱左右。鸡腿做的真好，它真的是外焦里嫩，而且焦那一层跟里面嫩的一层是分开的，比肯德基那些好吃。这家烤鸡腿不错。这个150元的房间只住1晚上，明天就出发越南最出名的避暑山城大乐。又来到了汽车北站，准备从这里搭6个小时的班车前往越南最著名的避暑山城大乐。先吃个早餐，这是一杯1.5万越南盾的咖啡啊。先倒牛奶，然后再把煮热的咖啡倒进去，再倒热水。这车马上开了，简单吃个早餐，一个1万越南盾的面包3块钱，风味特别浓郁，苦味挺重的。这次也是3列的，这个脚刚刚够伸直，配置稍微好一点，电视机啊，有窗帘。这应该是我在越南待的时间最短的一个城市啊，刚好24小时就离开了。这趟大巴从海拔500多米的邦美属出发，穿越越南中部高原，缓缓攀升，大约200公里的路程中，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开了1个多小时，来到一个休息的地方。我看这里是介于邦美属跟大乐之间的一些乡镇，看到有农民在稻田里面劳作。哦，这个地方挺漂亮的。在车上看了挺多越南的一些资料的啊。
开始爬山了，有点像去沙巴的感觉。这离大乐不远，还要翻一座山。大乐是越南最著名的避暑山城，越南的末代皇帝呢，在这里建了这个夏宫，夏天呢来这里避暑。那么从邦美属来到大乐，这个大巴在盘山的公路上可以说是爬升了约1000米的一个海拔，然后景色不断变化，有一些植物可能是咖啡树或者茶园。我的天！我刚才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榴莲树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榴莲树啊，就是就在路边那个树上挂着的。哇，看到那一幕，感觉不可思议啊！就是吃榴莲很多，但是第一次看到榴莲树啊。在中国的话，基本是没有榴莲树种植的。听说海南呢也在这个培植一些榴莲树，但是还没有成功啊。看那就是榴莲树啊！人生第一次看榴莲树，还拍到了。这个树大概4、5米高吧。哇！这个看到榴莲挂在树上像假的耶，因为你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看山坡上全是榴莲树。难怪越南的榴莲也不贵啊！我那天买了一个，才20块钱人民币。虽然买到的没那么好吃，但是我相信，应该在这边买到好吃榴莲的整个价格应该不是很贵的。现在班车在这个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进，还挺颠沛的。比订票软件上显示的快了1个小时啊，也就是从邦美属坐车大概5个小时来到大乐。如果说越南最著名的避暑的地方是哪里，那无疑就是大乐。我一来到这里，我就感觉想马上穿上一件外套，这是在越南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一个情况。看那边的游客都是穿着这个小外套的，我体感温度我估计10几度吧。可能20度左右，越南好多地方都已经是30多度了的。大乐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23摄氏度，挺有意思的。越南不全都是很热的地方，也有这种适合夏天来避暑的地方。一个是大乐，还有一个是我们前不久去的老街省的沙巴镇，那是一个山顶云顶小镇。从一个几乎没有游客的邦美属市啊，来到了大乐啊，重新看到欧美游客，这个感觉就还挺印象深刻的。先在这里休整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人是穿着外套的，甚至有穿羽绒服的。大乐的旅游客运站还挺多人的哈，跟我之前去的邦美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那里客运站基本看不到游客的身影。昨天我刚发了云南的老街省的沙巴镇啊，那是一个山顶的小镇。在视频里我就说啊，没想到越南居然有这么凉快、这么适合避暑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印象对越南就是它属于热带季风气候的地区嘛，所以以为都是一年四季大部分是炎热的。然后呢，好多的观众朋友跟我有同感，就说没想到这个云南有这么美的山顶小镇啊！看完你的视频，我都想来避暑了。然后我现在来到大乐以后，我发现啊，这里的气温好像比沙巴镇还要更冷一点点啊，更冷个2、3度啊。这里避暑呢，也是整个越南除了沙巴以外，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啊。这边很多这种豪宅的，我看
这个订房的一些软件上啊，好多酒店都是像小别墅那种豪华的府邸一样。每次在越南坐这个 Grab 摩托车，我都觉得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一样。也能理解啊，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这些摩的小哥已经习惯了开得很快了。但作为我来说啊，我还挺紧张的。说实话，有时候他开得太快的时候，你甚至想，我给钱你，我下车吧，那种感觉。这不仅开得快，而且跟那些大车真的是贴身而过的。哎呀！摩托车穿行在大乐起起伏伏的马路上，我们能看到点缀其间的法式别墅。其实大乐的历史并没有很远，它最早建于1893年，起初呢是法国殖民官员的避暑胜地，被誉为小巴黎。至今呢仍保留了众多的法式别墅、教堂、花园。这座城市坐落在海拔1500米的越南中部高原之上，常年气候凉爽宜人，被称作春城或千花之城。这里是很多游客的浪漫的避暑胜地，也是越南最重要的高原农场地之一，盛产咖啡、蔬菜、花卉。在接下来2-3集影片中，我将和你一起探索这座越南高原山城。Yes. You drive so fast. OK， 就这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地方有一种艺术的氛围啊。You will travel by bus. They will pick you in the hotel at night. Okay. And this is the gate lock when you go out. 来越南之前就听说越南的妹子就是说话特别的软软糯糯，特别温柔啊，在这个女孩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是一个很敞亮的洗手间，干湿分离的哈。可以的，挺干净。开灯，这一个大床房的，然后有2瓶水，有这个晾衣架、风扇，还有浴巾。好，你看这景色，这还有呢，这个是一个环形的落地窗，太漂亮了。哇，这个视野太棒了吧！你看，真的。可以说是180度的一个环形落地窗，看着窗外的山坡上的高低错落的一个彩色屋顶的房子，挺漂亮的。有人说这个大乐也好，沙巴也好，让他们想到这个欧洲，比如说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些这个小镇的样子。你看哦，多漂亮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才80块钱一晚上，我都想住1周了。在每个角度都挺舒服的，而且它这个房间的装饰是挺典雅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喜欢这样的房子？
如果你来大乐旅行，你会愿意住这样的房子吗？好了，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啊！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